你好呀，你好呀。深夜开班，正好12点。从直播开始关注的，刚上线就刚开播，是。你去叫人去吧。我都会出新歌。你不经常看我直播吗？这种问题应该你都已经听过了吧？感觉你经常到我直播间里，完了，总有人问这种问题，完了你还问。说好要一起旅行，你是我心，你是说过的烧水啊？你这啥？烧水干嘛？洗澡。你烧水，你就说你烧水喝咖啡不行吗？洗澡你洗给我看看。没有叫吃的吧？啊？没有叫吃的吧？叫了。叫了。啊。叫了。干呀？叫了什么？叫了。叫了屎。那叫什么？叫啥吃啥呗。我知道啊。如果你叫的话，我就等会儿再吃呀；你不叫的话，我就今天就吃了。
给你做包感冒凉。有没有那种不作的理儿？谁做啊？你这人很双标泡咖啡的。那么多水，一包咖啡那么多水。你要及时喝冷的话，你就要用热水先泡，然后再加冷水，不然等一下没有味道。泡一点点，然后喝冷水，加冷水。怎么那么爱管事别人啊？但是那么烫，你什么时候才能喝上啊？泡咖啡其实是一种行为，是一种放松。喝不是问题。哥哥，那个能不能剪一下呀？没有我这个歌。我身体不好，就麻烦你干一下。我身体不好都把家里拖了，在地里打扫个卫生。我本来身体好的呀，被你传染了。你剪一下都没事啊。辣椒应该放哪儿？又放这儿了。倒了又得又整。应该放厨房的。小翠这死出，我的天呐，就一点点感冒。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继续。
准备刷新什么？男神又帅。我这都生病了还帅了？只有咱们广东还穿短袖，晚上也挺冷的。现在这两天晚上很冷，还是要多穿。广西也得穿，广西也很对。福建呐、和海南呐、广东、广西呀、应该都穿短袖。感冒了呀，上海穿棉袄了，穿棉袄了。穿棉袄，上海上海靠海嘛，它有点冷，对，上海风大。生病了，早点休息，没啥事儿，多播一会儿。最近就比较闲，想播多久就播多久了。我是被小大夫传染的，小大夫发烧呢，然后我被传染感冒了。双11怎么了？一起长大的抢着抢购，我也抢。双11忙着抢购，不会的，经济这么不好，谁会抢购啊？抢购的人还少。一冷一热的，我没所谓啊。小大夫他发烧了，我无所谓。这两天我们都分床睡的，就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分床睡的。你们知道为啥吗？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为啥分床睡？因为他晚上的时候他就开空调，完了我就受不了，我就觉得很冷，结果他发烧了，对，他开空调，我受不了，我就在外边睡。然后就觉得那屋就是我们卧室就因为每天都开空调，开的特别就像冰窖一样，对。然后就跑外边睡来了，结果他就发烧，从昨天开始发烧，一直发烧到今天。然后在他今天下午在他旁边栽歪了一会儿，我也感冒了。现在都不开了，冷了。是啊，就一般人都不开，但他可能是因为胖吧。他因为胖，然后他开空调。我这只有几度，我觉得这是习惯的问题。我觉得有些人他就是，就天再冷他都喜欢开空调之类的，
估计是传染性，不是吗？估计是传染性的，估计是传染性的。你上哪儿估计去？他都没出门，谁传染的呀？你是哪儿人来着？我是黑龙江人，然后在深圳。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关键难受啊，他难受啊，那感冒他难受啊，嘚瑟。我这两天我就没，就是不像之前那样，我就特别担心他生病之类的。我这两天我其实就觉得说就嘚瑟啊，天气没那么热吧，非得开空调，这可倒好啊，发烧了吧，嘚瑟。一起长大的，唱歌没你好，没你好是吗？唱歌没你好听是不是？唱歌没你好，没你好听啊。一起长大的约定，清晰。你的歌最好听啊！意见不统一呀，评论区意见不统一。有的时候就没法说。你像他开空调吧，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什么互粉，这叫一一的让我互粉呐，你连个头像都没有，也没有啥作品，你让我互粉啥呀？莫名哭了啊！莫名哭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哭？你是多少岁？33岁，莫名哭了。33岁为什么会莫名哭呢？侄儿哭了，不知道，不容易吧？觉得不容易。所以你是33岁是吗？你今年30多岁是吧？可能是有经历啊，感情其实不容易。就是33岁，可能看很多事情会有共鸣吧。对，我现在其实看那种就是什么就是富有年代感的片子，我就很爱看。珍惜眼前人，珍惜当下。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一个观点，其实很多时候啊，一段感情里，虽然说是两个人的感情，但其实一直有一个人在撑着。如果你累了，你不想，
你这个人不想坚持了，其实也就散了啊。所以，如果说你是那个被宠着的人，这还是要珍惜，对，还是要珍惜。如果有一天那个一直在坚持的人，一直在苦撑的人，他突然泄气了，累了可能他一瞬间他就不想再坚持，他就这段感情可能就散了一起长大的约定，就是这个意思。对，世间所有的感情，我觉得都做不到平衡嘛，肯定有多有少嘛，看你自己的内心。胡子怎么白了？因为老了呀。一段健康的关系应该互相的，很少有互相的。我觉得一个人拥有一个互相喜欢的感情，我觉得这个那就太幸运了，太难得了。所以如果说你有的话，你要爱惜这段感情很难。我进圈这么久，我觉得是很难的。一起长大的约定，让你失望你也没有是吧？很难我觉得很难。可遇不可求，这个真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人喜欢你，也对你很好，你也想着怎么着，但其实他就不是你的菜呀，他光对你好也没啥用。但有的人是你的菜，但是呢，又没有那么对你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贴心，所以这段感情它也让你很累就是没有我特别完美的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就是接受吧。我觉得接受不完美嘛，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我今年34岁嘛，我其实我的心态调整了很久了我觉得心态我真的特别是我30岁之后，其实我调整心态，我就发现是时候你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获得感情了。比如说你可能需要用钱去维系，对，你可能需要用钱去维系，你就逐渐的你就认清楚一个状态了，就是说感情其实是多样的，没有说之前的那种固定的那种观念，就是俩人一定要尊重感情怎么样？我觉得你能有一段感情，你怎么去维系它？这个其实没有固定的模式。你不是很开心，我有点感冒了呀，我有点感冒了呀，我有一点点感冒，而且我刚睡醒10点11点用钱换来的，除非你不在乎那点钱，用钱换来的，我是会觉得我恰恰就是回应你一句话，就是说用钱换来的，
你要舍得这部分钱，你才能获得一些东西。那年纪大了，其实我不知道，就是直播间里有多少年纪跟我想法甚至比我还大的。年纪大了，其实你拥有的东西可能就是偏物质多一点。你用你拥有的东西去换取别人没有的东西，去换取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这有什么可耻的，或者说有什么不好的吗？它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你像你年轻的时候，你有美貌，你现在没有。现在不就是很多小年轻就喜欢年纪大的，是有喜欢年纪大的呀。所以豪情万丈，我觉得你不会有爱情，我觉得你不会有，就起码到现在，我都觉得你不是一个值得拥有爱情的人。就是你首先我觉得你对爱情的那个状态都不对劲儿。你现在你理解不太对劲儿，能真心换来太值了，是的。你的那个观念还没有转变。为什么有的那个中年的大叔就特别抠没有感情，完了死抠死抠的。是的，是的，这个没有什么回避的呀，用钱去维系感情，这个是太现实的东西了。这个你看不明白，那我觉得你就没有感情嘛。那你说，我们一般都会喜欢一个人，然后为他去付出，这不是钱吗？你所有的感情你不想维系吗？对不对？这个太正常了呀！你对象那个想那个就比如说他想进修个什么东西，他这段时间他必须得把工作辞掉，然后这段时间你不养着他吗？对不对？他这段时间他就需要静下心来筹备接下来的考试，他不能一边工作一边考试。那这段时间你不养着他吗？因为他不工作了，然后你就跟他分开。你得有这个钱啊，你得有这个储备啊，你为你的爱情去买单啊，去为他去做他的后盾呐，这很正常啊。所以你要是没有这个意识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感情的理解其实很浅呐。对，很浅。前提是有条件的情况。什么条件？像我们这个年纪，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就建议不谈恋爱的。对，特别到三十岁以后，你要没有这个条件，我不建议大家谈恋爱的。谈恋爱，谈恋爱这个词儿吧，表面上它是谈，但其实呢，谈是需要这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你必须得去经历，经历的时候你怎么谈？你得有钱谈。谈恋爱，得住在一起，得住在一起，得一起生活，得一起经历，这叫谈恋爱。网恋是网恋啊。所以就是你怎么谈恋爱？你们有想清楚吗？天天在网上说什么没有爱情，爱情这是谈恋爱是过日子呀。所以就是你没钱，你会有遗憾。不是说你没钱你谈不了，没钱可能就不太稳定，就会有遗憾。
同事建议结婚吗？你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很讽刺。你同性恋完了，你要结婚啊，我觉得很讽刺啊。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出来，我就觉得很讽刺。没钱很难维持，是的，就是建议大家，特别是30岁之后，我觉得你什么时候你就做什么样的事儿吧，对，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会按照一个就是常理性的认知，就是你这个岁数你怎么可能没钱啊？你们能懂吗？就是你30多岁的时候，你要是没存钱，就代表你20岁到30岁的时候你在胡混，你在瞎玩儿啊，你在瞎玩儿。其实这样的人，你说你对人生没有规划的话，那可能你30岁到40岁的时候，你就跟不上趟了，对。处久了没激情，就像剧里说的那样，像亲情了，怎么克服呢？一起玩儿、旅游、听演唱会。我恰恰不这么觉得，就是就你们说腻了，然后怎么去维系？其实腻了不应该去玩儿，应该是一起去创业呀，一起去购置一些东西啊，对，应该是偏成熟，就是偏现实的一些东西。你想想，你刚谈恋爱的时候，你已经把浪漫都已经挥霍完了，然后你看就是这些浪漫没了，然后你再继续去制造浪漫，我觉得这个太不现实了。感情的那个热量啊，它其实就那么多，你再去创造，我觉得有点刻意了。那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呢？就比如说，你看我跟小大夫在一起2年多，紧接着我想带他一起去创业呀，一起去那个拍剧啊，一起去买共同的那个不动产呐，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进入到了谈恋爱的下一步了，而不是说在一起2年之后没有什么激情了，然后我们去再去走一走曾经走过的路，那不自欺欺人吗？对吧？那不自欺欺人吗？你这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不太现实。对，感情淡了，那就其实不是感情淡了，是那种新鲜感没了，就是那种热度没了。热度没了，其实很简单，就过平凡的日子。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是你跟他的感情淡了，代表着就是其实你是已经在一个就是这段感情的舒适圈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算是那个青中年了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我会不愿意开始下一段感情，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经历那些东西啊，只不过跟别人从头再来嘛。其实你是不愿意再去经历了，你不愿意再去走一遍之前走过的路了。如果说你们的人生能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话，你更愿意跟眼前的人一起去走，是这样。别墅不是深圳的，不是别墅不是。我现在会觉得说，如果说我跟小大夫能够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可能我们会走过很多很多个阶段。
但其实我现在有点恐慌一点是什么？就是可能你的伴侣，他跟你不是同一个思想，不是同一个阶段，他的思维比较活跃啊，他可能每个年龄段的那个人，他其实需求点不一样。但如果说这次走不过的话，可能就会面临着结束。但其实，你未来走的路啊，就30多岁的人，你未来走的路，其实你到30岁的时候，你有一个能力，就是你更善于去规划自己的生活啊。你30多岁的时候，你就完完全全，你就你就有掌控这些的能力啊。你掌控不了感情，但是你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了。你找小的，等你老了，小孩儿小的可能想结婚或者想要成家，986754，你说的这个东西吧，跟我不太一样啊。我现在已经有一段感情了，而且我知道他是什么情况，所以你这种假设不成立。都在国企没有创业，小城市的叫什么？下一步要小孩儿，感觉很累。我觉得传统的 gay 你很难去获得你内心的那种满足感。我觉得gay 圈幸福的那些人一定是勇敢的人，就像你们这些，我不是说泼你们冷水啊，就是你们不敢去面对同志感情的，或者说要结婚的这种，起码就是你们在40岁之前，你们不会安分的，就是你们的那颗心不会安分，你们会觉得不尽兴，然后又无可奈何，然后就是就烦躁，就是因为你左右都不是，你想抓住任何一边你抓不住啊，你想在那个正常的人的圈子里，你又觉得你内心孤独，你想在 gay 圈你又没有那个勇气，然后你谈恋爱了，可能你又会顾及这个顾及那个，特别是国企的人，你要跟他分了吧，你又还是孤独，所以你们到40岁之前，如果你们的心还是特别活跃的话，你们会非常非常难过，非常非常难过，就是可能到40岁之后，你们体会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一层意义，你们就会相对安稳一些，相对安稳一些。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就像你们就是那个就比如说那些什么国企啊，稍微有一点点家庭有一点点钱的，可能你们就会走到人生下一个阶段，就是你们开始花钱了花钱去养一个小孩，或者说养一个直男，或者说养一个远距离恋爱的人，让他比较稳定，然后你们这样才能又过了几年。对他，因为你们没有其他的办法，你们就是怎么去权衡呢？对吧？你只能说这么权衡了。你之前不是说钢铁直男吗？我还以为拍片子，没想到找了个小大夫。那是一个 slogan 那是一个 slogan 钢铁直男百里屠夫，那是一个 slogan 就直播的 slogan。有的人可能就是可能就是知道我，但不了解我，然后看了一眼就走了，没深入去了解。直播它是讲了一个 slogan 你要真正了解我的这些年，从进圈一直到现在，我处了多少个，就是几乎每一段感情，
从第3段感情我就一直公布啊，所以就你不了解，你没有深入的了解啊，就可能你就知道百里屠夫啊，瞟了一眼他直播啊，走了，不愿意去了解。在一起会变成 sad 吗？sad 是什么意思？sad 是什么意思？不依不灵。我觉得我不会，我觉得我不会，我可能就是说在这个次数上减少了，但是内心还是需求这些东西的，而且这个是一个互动嘛，我觉得这个要有，要有，但是肯定不像之前了。本身我对这方面，对这方面吧，我的需求很大，但是呢，我说句实在话，我这个就是我这个阶段，不是年纪啊，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其实算是比较年轻，但我这个阶段每天事儿都很多啊，就不是像我单纯说我这个阶段，像我从创业呀、开酒吧呀、家里的事儿啊，没有那个心思去放在这儿。但我的需求很大，我就自己解决。就是事儿多嘛，杂事儿多嘛。那你杂事儿多了，那你自然而然这个东西就会减少啊。你想着说，哎，今天那个一次吧，但是其实你会觉得，哎，好累啊，明天还有事儿呢，或者说今天的事儿让你有点烦，那你就没有这个心思了。对，就年轻人是不理解的，但是你你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你会发现，哎呀，社会呀、创业呀、家庭啊、父母啊，还有下一代啊，包括就是公司啊、员工啊，就这些，他有各种各样的事儿，还是以赚钱为主。很奇怪的一点，你居然会问出这种问题啊！很奇怪，你居然会问这种问题。现在谁不以赚钱为主啊？你不以赚钱为主吗？就我很好奇，有人会竟然会说这种话，对，肯定是这样啊，大家都是在以赚钱为目的啊。那你怎么去维系呢？你怎么就是跟社会的一个联系呢？对不对？那一定是以赚钱为目的。那等你50岁的时候，你可以不考虑赚钱啊。你50岁的时候，50、60岁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积蓄了，但你正当创业赚钱的时候，然后你不考虑赚钱，你要出去玩去啊，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奢侈。有的时候很烦，是的，很烦啊，很烦，不知道创业干点啥。近几年不要创业，孩子，就是宝贝们，咱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近几年先别创业。现在大家都没钱啊，真的是没钱。你创业了没有消费者，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就是你现在创业，其实就是就等于就是说，你可以累积经验啊，但是你要只是赚钱，我觉得太难了。就是大家都没有钱来消费。想去外地工作谈恋爱，因为我父母不接受，他们还老问我有没有，在一起5年了，另外一个是更喜欢的就分，还把我拉黑了，咋感觉你那边是白天？我这个灯光比较亮。在一起5年了，另外一半遇到更好了，就说分就分了。我给你的建议啊，就是这个，就这个 jet 嘛，
GET 啊 GET，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那你就直接跟他分就行了啊。我觉得5年的感情啊，就是如果说他能说分就分的话，可能真的会出一些问题。对，出了一些问题。第二点呢，我觉得一段感情能维系5年已经很长了，你就是再让他去续这个关系，我觉得也没太大必要了啊。你们能懂我说的意思吗？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周期的，你要了解这个周期之后啊，你就不用去过多的去难过，就是不舍呀之类的。你像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觉得直播也是有周期的。我们之前因为我做直播已经从15年到现在已经做了9年，我们之前就是在一个直播公司里边就跟我们说了一点，就是说不要跟粉丝走得太近。然后一开始我们不懂为什么，后来我个人经历了粉丝的那个就是组建，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固定的几批粉丝，我真的拿他们当就是好朋友啊，或者说拿他们当家人一样，就真的那个时候直播没有家人这个词儿，但是那个时候我拿他们真的当家人。后来你会逐渐的发现，他们就算你对他们再好，他们也会离开。然后我就想起了我们直播平台说过一句话，粉丝是有周期的，直播的粉丝周期大概是3个月左右。哪怕你再去维系的话，其实大概也就是在3个月左右，就是大家看你3个月之后就会腻掉。感情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们的爱情其实也是一样。如果说你们进入不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可能3-2年可能就到了一个周期了。到一个周期的话，你怎么去维系？我觉得这个很难因为你们没到人生下一个阶段。我都叫他家人了，他爸爸妈妈真的意想不到，没什么意想不到的这个其实我知道你现在其实难过呀、不舍呀、不甘呐之类的，我觉得都理解，但我觉得这无法挽回。如果说挽回的话，他可能是在那边受了挫了他可能在直播就是在那边受了挫了，然后在你这边然后又想找你了。对，我之前很爱的直播，现在刷到他是的，是这样，直播是有周期的。不会呀，什么什么，你看了我很多年，是因为我这个人可能跟其他主播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每一年都有一些动作。你要知道，很多的主播他其实是没有什么生活上没有什么进展的。主播找个直男，我不喜欢直男。从18年喜欢你，欣赏的喜欢是就是因为你，我这几年我真的在变化呀，对吧？而且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让人不会就是说特别特别喜欢的那种主播，但是可能，他好像这几年都在有变化，那我就去看了多一层了解，然后就觉得说，看一会儿有意思，完了没意思我就不看了。我是属于这种就是我不算是那种。我不算是那种就特别吸粉的那种，我的外形不是那种特别出彩的一种主播没有牌剧好看，但更真实。我特别喜欢很可爱、很可亲、可爱可亲的主播。为什么我跟其他主播不一样？因为直播诉求不一样。
做了9年直播也赚到钱，然后现在你再做直播更多的是一种习惯啊，就是一种习惯和就是和那个就是说对网络的一种维系吧啊，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一是习惯，二是就是你持续的在做这些东西，你得有一些消息放出去，或者说有一些动态让大家知道，要不然的话你可能闷头做事儿，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啊。好看的主播太多了，是的，就是我不算是那种特别好看的主播，但是你们在我的直播间里哈，会看到不同面的我。你看，有的时候我是搞笑的面，有的可能是那种比较严肃，然后比较怼人的面。你们其实有的时候就会，哎，今天他好像有点不一样，或者说今天他这个发型好看，明天这怎么这么丑啊？他头发怎么又白了？就是我不是一个特别注重这些东西的人，反而就是让大家会觉得说，哎，他好像就是状态其实挺鲜活的。我对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就我不是一个，就是你每次进来我都是这个发型，或者说每次进来我都是那种笑脸。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鲜活，这个鲜活我挺喜欢。我和对象的感情慢慢变淡了，肯定会变淡，肯定会变淡。我所有的感觉，我我我我说实在的，我跟小大夫这2天我都觉得，我其实就会觉得说，好累。和小大夫在一起这2天，我都觉得我好累。就是你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烦心事儿。我就突然就意识到，哎呀，好像找这么一个人，就是让你好累。我不知道也没找到呢，我不知道也没找到呢。我其实最近我一直在，就一直在就是做一些人生的规划。我做人生的规划，然后会觉得这个规划好像是你对人生的规划，你会把别人规划在里边，但是效果可能不太一样。什么规划？又到了吐槽对象的环节了，是吗？来，我们吐槽对象，我们让对象听一听。没来，放放你这屋的病菌。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会累啊，就是，我就这么说，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我之前就规划好的，就这一点大家能明白吗？就比如说我酒吧关掉，然后我接下来做什么，其实是在我关掉之前，我在6月份我就规划好的，我就规划好的。但是现在11月份，我每天都在推进自己的规划。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规划。我的规划其实就是不做酒吧之后呢，我就再重回到自媒体嘛，然后做
自媒体视频，对，自媒体视频，然后想做一个软装类的，这个内容的视频。然后当时我就想说，跟小大夫一起拍，然后让他也做自媒体，然后两个人靠自媒体的一些植入广告去让自己平平淡淡的过2年的生活。对，这一部分大家能明白吗？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就我再重复一遍，我在6月份的时候，我就计划着把酒吧关掉，然后重新做自媒体，然后我就寻思让小大夫跟我一起做，给他起一个账号。我说句实在话，因为小大夫赚的不多，而且我觉得，就是按照他的工资的话，他每年只能攒个2万块钱能撑死，距离他买车买房还太远了。对，所以我就这么规划的。所以我到8月份的时候，我就按照我的规划去把酒吧关掉了。关掉之后呢，其实我一直想做自媒体账号，做那种软装类的那种自媒体账号，因为很多软装类的视频我是比较关注的，包括那种家居视频，我都觉得非常具备美感，也是我特别想做的事情。结果呢，8月份关了之后呢，我其实是会有一点点低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酒吧其实我做了三年半，可能有一点点感情，再加上习惯了，可能我沉迷了半个多月。后来我就打起精神，我就是要去继续做这些东西，我就开始培养小大夫做自己的账号。但是我就碰到了第一个坎儿，我就发现小大夫不想做，跟他表达的其实不太一样。我之前有问过他，我说你想不想做？他说他想做，结果他做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到他不想。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惰性，我想去改变，但是催他去做这个过程里边，我就会有一点点疲惫感，就像你让一个人去写作业一样，他不去写，然后索性我就说，那你别写了就这样，不写了他不写了之后呢，我以为他会找到其他方向，就是他没有这个压力了那你说你对象给你规划的一些生活，如果说你不听话，不往这方面走，那你往其他方向走也没有走，就是那我其实就会有一点点，我就说那我放弃，我说那我自己规划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就开始筹备买房子的事情就是开始筹备这个买别墅的事情，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别墅。买别墅其实就主要就是改造这个别墅，然后做几期视频，就一直到现在。但是现在别墅现在买完了之后，我们要去开始装修的时候，因为其实买完别墅，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就是无论说我有没有钱，其实买了一个房子，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的情况。买完房子之后呢，我们其实就在吃喝这一块就是比较节省了我们其实在节省了节省，我觉得至少我们节省了20多天了，每天基本上就吃盒饭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小孩子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或者说有一些没有像因为我这么说吧，小大夫跟我在一起，我没有给他太大的钱但是可能吃喝这一块我们一直都算是就比较好，但是因为这段时间可能20多天，我也不知道到不到20多天，反正就是这段时间生活上可能比较节省了，我明显感觉到小大夫有一点厌倦这种生活了他无形当中的那个情绪让我会觉得说他可能就是不太满意，我也没办法。我说实在的，就是你知道一个人他在规划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规划2个人生活，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没有按照他的规划走，你只能自己往前走。结果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别人就有情绪了，我会比较头疼，对，我会比较头疼，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走，对，我不知道该怎么走，就是我会觉得说，好像每天自己在看那些装修视频，我都在努力的，就是说去学习去进步就每天都在看那些视频，都在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其实更希望就是说我的对象他不做自己的账户，自己的账号可以。那你明知道就接下来要做视频，要做装修，要做这些东西，知道我的规划，你能不能去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不要每天就是比较低迷的生活。对，就是包括这段时间，其实我这段时间其实就是那个肾结石嘛，疼的要死。但是每天还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买房子的事要我去，就是来回跑，因为我不知道装修这个事情要花多少钱，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前2天我妈说，那你去把石头打掉啊。我说我也不知道花多少钱，因为在我的心里，我会觉得打着这个结石就激光打这个结石可能要3、5千块钱，我舍不得这个钱我舍不得这个钱，我说实在我舍不得这个钱，但是我每天就是有一点点省吃俭用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不知道小大夫到底怎么